兄弟们，下班了啊！相亲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，重点一定是筛选，选人很重要。娶错妻毁三代，给别人相亲这么多年啊，给你们几点建议。哎，老阿姨今天有空啊，有些人坚决娶不得的。第一种呢是情绪不稳定的人。我之前很多期我都有讲过，两个人谈恋爱，你能不能走得长久啊，真的是跟情绪有关系。婚姻当中鸡零狗碎的事情太多了，稍有一点事情就能炸包，这3天2头的吵架。今天跟你谈结婚，明天就要跟你提分手，时间长了你自己都会觉得很累的。面对这段感情，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兄弟们，真的再怎么爱也要放手，找个情绪稳定的人真的太重要了。遇事可以商量，和平相处，不会被感情内耗，不用动不动就看人脸色，被发脾气。不是说男人都喜欢在楼下的车里抽支烟才回家吗？哎，你要找个情绪不稳定的，我建议你得提前买个房车，这样能够在楼下待的时间能更长一点。第二呢，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，不要找很容易激发你极端情绪的人。前一段时间啊，我去劝架，有一对男女吵架，那女方说话很难听，带刺啊，不依不饶，你怎么劝他就不听。直到这男方被逼急了，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，把家具给砸了，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他又站出来去指责你。你看，你情绪不稳，有暴力倾向，以此又来指责你的不是。这种人日常相处嘴很毒的，逼不死你不算完。有的时候啊，人的情绪真的是被逼出来的。为求长命百岁啊，劝你是远离嘴毒的人。第三种啊，远离谎话连篇的人。这种人很恐怖啊，你不要去听什么善意的还是有意为之的。我接触这么多人，我始终都认为诚实的人才是最可靠的。前一天我接了一个情感咨询，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。有一对男女朋友啊，两人异地，这男友给女友晚上打电话，他要么不接，要么在忙，要么没听见，要么手机静音等等啊。男士呢就不放心，就让他给发微信，发个实时定位。这姑娘很生气啊，上来就指责男方，哎，你不相信他。两人呢就为此大吵一架。第二天这男友考虑一下啊，想去道个歉，就去找他，发现他没在家里。这姑娘呢就打电话说啊，自己开车去了外地，男友要打视频，女友挂了，说自己车被撞了要忙。哎呀，这男友担心他呢，又去找他，他又很烦，去指责男士不要多管闲事，又说车撞的不厉害，一会儿就能开了。总之各种谎话连篇，你听了都很搞笑啊。这种爱说谎的人，他们会不受控制的撒谎，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。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借口啊，哪怕是那些实际上不需要借口的事情，他们编瞎话的能力啊，永远都比你问的要快。他们总是会指责别人，反正错永远都不会是他们的。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合理上，而不会做出很多实际性的改进。哪怕谎言当时被撞破，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后悔或者羞耻。这种人啊，娶回去你身边得配个元芳哎。第四种呢，不会解决矛盾的人。你们记住啊，一段关系能不能进入到婚姻，不是看你们多幸福的时候，而是看你们有多糟糕的时候，一定是看你们是否具备化解矛盾的能力。婚姻它不是1年2年，而是几十年。你会发现幸福的人他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遇到矛盾会冷静处理，沟通解决，而不幸福的婚姻啊，遇到矛盾不会听对方说什么的，一味啊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说着很多消极的话，伤及你的自尊。当你去尝试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有效一些的时候，要么被对方冷处理，要么战争升级。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道歉和谅解，如果不这样做，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。所以啊，为什么不要让你们闪婚？多了解一下两人的相处模式，看看和对方吵架的时候，对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，这个很重要，可以决定你能不能跟这个人走一辈子，以及能够走多远。第五种呢，生活当中经常跟你谈钱的人，你要谨慎啊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月薪3000啊，化妆品都是几千的，身上衣服都没有低于下千，包包都是上万的，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她的追求者里面那里要来的。所以你要会看人，朋友圈里经常晒着名媛生活的，自己却是拿着月薪3000的人，这种要不得。和你接触的过程当中，谈钱会让他开心，没钱就撂脸子的也撂不得。捞女太多，注意防渣。没确认关系啊，不要太主动给人家送很多东西。遇到礼尚往来的姑娘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哎呀，我唠着天黑了。总之呢，鞋合不合适脚知道，不要闪婚，多相处一段时间，去看看这段关系。如果它让你莫名的感到焦虑和恐慌，甚至心累，那这段感情要不得。宝子们，散会。阿丽娘啊，真的我太难了，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别来找我。本人这儿庙小，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，也原谅我啊，能力有限，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。你们再来上香，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。有个女孩子34岁，个子在160左右啊，偏瘦，本科文凭，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我是给她相了整整5年了5年，至今还都是单身，也谈了不少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不是嫌男方文凭低，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，要么嫌长得不帅，总之是挑肥拣瘦的。
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，怕找不到好的，又怕生不出孩子，反正啊，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，都知道她很挑。她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，她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。反正啊，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她。各类男士都让他相了个遍啊，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，研究生最好，体制内公务员，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，颜值高，哎呀，三观一致有眼缘，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！你不得逼死我吗？哎呀，我得往 ICU 走啊！我听完啊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？我给你这样能找到，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，那不太难了吗？我拒绝了很多次啊，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，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、2个条件啊，他就不同意。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，我就很生气啊！你不放弃，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不信，哎，因为自己条件好嘛，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？他说帅，情商高。还没说完啊，真的，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，没治了。人家帅的公务员，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，我圆脸显年轻，化妆了我也不差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就算是个法拉利，它开了15年了，发动机得生个锈，搞不好再漏个油，你停个电，你咋办呢？你能跟新车相比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，一见面就哭呀，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，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。家里还有个亲戚，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，他俩就爱搁一块玩。哎呀，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，气的啊，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。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！如果再过几年，你即便结婚了，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。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，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，你这条件啊，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2婚市场，她不甘心，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？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，找大龄剩男。她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，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。你真的啊，听她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！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？她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。哎呀，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！哎，头昏，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，我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挑了，再挑停水停电，你都更没得挑了。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，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。说着妥协，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，1000个不愿意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个87年的，今年有36、7岁了啊，也还是未婚，一个闺蜜。他要给我介绍过来，我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！他要来了，也让我给他找心动的，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，我都条件性反射。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，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，千万别来找我了。散会。不能问呢，话非说的不好听，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啊！兄弟们，相亲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不要本末倒置。相亲的目的是筛选，不是让你去跟人家结婚的。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，相亲1年，追个女孩子也1年了，直到人家昨天结婚啊，他才发现对方是没有看上他，你说扎心不？男士30岁啊，去年同日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比他小了2岁。这刚见面啊，这男士挺中意的，跟中间人也说了呀，自己挺喜欢他的。人中间人吧，就去撮合呀，就去问这个姑娘。姑娘呢，她就没有明说，光说呀，哎呀，可以认识，先了解了解看看。男士这一听啊，别人说都可以认识了，于是啊，舔狗之路啊开始了。有一句话咋说的？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他就每天都会给这个姑娘发信息啊，但这姑娘大多数都是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复，内容也相当敷衍，没有什么主动。有时候呢还隔天回啊，就给他回个，哎呀太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记回了。整个男士这心里啊是上不去下不来的，又想着人家肯定是不熟悉没话说，或者在忙呀。哎呀，有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，自我 PUA 呀。这么一想呢，心情立马就好多了呀。哎，一到周五他就约这个姑娘出来吃饭，人家第一次回绝了，说自己在加班，第2次啊又回绝了，说自己跟闺蜜约好了，好不容易这第3次啊，那相当于是求来了，哎，约出来了，吃饭看电影送礼物，认识2个多月啊，这男士想着，哎呀该表白了啊，就把这个同事啊追过来，就问问女方意思。人女方呢也说的是啊挺有好感，但是没到熟悉那个地步。于是啊男士就加大火力啊，从物力人力啊投入的更多了。反正啊这姑娘的态度就是不热情也不冷淡。哎呀，和男士说呀，自己觉得这男士人挺好的，但是自己确实性格有点慢热啊，这谈恋爱次数少，也不太会谈。男士听着说没关系啊，咱俩慢慢处。哎，就这么接触了1年又快过去了。这姑娘呀跟这个男士啊都已经熟透了，哎，态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，手呢也没有碰一下，别说是抱了。男士家里人父母都着急了呀，让他能谈谈，哎，不能谈就算了，别跟这磨磨唧唧的。
哎，男生就想了一下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买了99朵玫瑰花去表白去了。姑娘一看呐，说自己想了一下，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啊，咱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吧。男士啊，此时这个心里啊，哎呀，草泥马已经跑了好几遍了，继续 PUA 自己啊，想着这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啊，哎，也不能去勉强对方吧，就说行，那我给你时间，再等等你。不过这后面这男士就发现了啊，这姑娘呀是联系他的频率是越来越少，他也能感觉出来呀。他呢尝试去约呀，这姑娘呢也不怎么主动了，也不怎么热情了。直到昨天啊，人家姑娘的朋友圈发了一下自己结婚的视频，生气，那肯定特别生气啊，直接就给这姑娘拉黑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兄弟们啊，相亲是有成本的，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在时间的。当你去跟 A 相亲的时候，你有可能错过 B， 这才是真正的成本。兄弟们，咱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啊！相亲呢，告诉你们一个原则，叫3不原则。第一呢，发信息3次不回，直接删。第二，约了3次约不出来的直接删。第三啊，相处3个月还不能确定关系的直接删。相亲啊，咱就主打看得上就处，看不上也别拖，主打一个你情我愿。相亲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婚前筛选呀，不要搞错了。大家呢硬件条件拿出来碰一碰，最后在1个月到2个月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。如果合适，我们就 OK 办事嘛；如果不合适，就赶紧分了，绝对不要耽误自己。你相亲1年就认识一个，从本质上来讲，你就搞错了。一个人的婚恋价值，你能有几年呀？什么阶段办什么样的事情？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要办成，办成才是最重要的。任何时候都要讲究数据说话，3不原则，散会。